我是赵少康，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。在我们现场特别来宾，沈富雄委员、高嘉瑜委员、黄伟汉先生、洪孟凯委员、立委民前副市长陈佑成议员。好，那么现在大家都关心台湾的安全能源了哈，因为现在传出来说台湾的天然气啊，30%是从卡达买的，但是卡达呢常常听中国大陆的话，所以担心会不会间接我们就被大陆控制。哦，因为如果大陆到时候跟卡达讲你要怎样要怎样，不要卖然后等等哈，这是美国智库担忧啦，哦，说中国可能用能源来把台湾卡住，喉咙卡住啊，透过经济战、海上封锁、网络攻击，把台湾的电网让台湾的电网承受很大的风险哈。那另外呢，美国有一个智库，美国智库也很多了，叫做捍卫民主基金会的智库啊。说台湾应该跟美国签订能源合约，要发展更多的再生能源，考虑重启关闭的核电厂啊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天然气的运输安全，我们说已经怕人家封锁我们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安全方案，只有台湾的轮船公司才能够参与，外国轮船公司不能参与，免得到时候被人家控制了啊。那另外呢，美国的参议员啊，亚太小组主席叫做瑞基兹。他说呢，台湾应该从美国多买能源，而且呢，台湾应该用核能哦。老美现在一股脑呢，其实就跟着川普走了哦。川普呢，特别是说什么暖化都是骗人的啦哈，然后要用核能啦等等。那另外呢，赖清德说呢，跟美国的谈判哈，那阿拉斯加有放进来，就是要买阿拉斯加天然气了啊。那另外呢，审计部还说哦，70%的渔电共生是有电无虞。那渔业署说有时间差了哦，那什么叫时间差？告诉我们了哦。然后呢，审计部只查了31%的渔电共生厂哦，那剩下的69%是怎样？哦，会不会更糟？哦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渔业署哦，你渔业署基本上你是要养鱼的，你的工作不是去发电的。你要好好的去查，好好的保护渔民，好好的保护渔作物哈。经济部说，养殖如果厂如果没有养殖的事实，它的执照就要把它废掉啊。因为我们都在讲能源哈，总统府4年花了9960万，等于1亿啦，去换它的冷气。那在野党就说啊，你能源政策搞成这样，你好意思换冷气，对不对？你们应该哈，而且将来花多少电费啊？所以你能源政策先调整一下吧，不要急着换冷气吧啊。那因为呢，他们预备在垦丁的南湾又去搞很多光电厂，所以苏清泉就说，国在山河破哦，我们常讲国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，他说国在山河破哦，反对。我们看一下。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分析，台湾能源高度仰赖进口是严重战略弱点，恐怕成为中共发动网络经济战的突破口。中共有可能会利用不管是所谓的一个海军或者是海警船，让外界对于输送到台湾的这个能源以产生一些疑虑。提到关键就怕能源有破口，因为美方智库进一步示警，台湾液化天然气进口有30%来自卡达，容易受到大陆施压，应思考是否寻求替代。细看经济部能源署图表，台湾电力仰赖燃气发电，2024年占比达42.4%，为最大宗的发电来源。现在已经大概降到2成5了。政经比较稳定的区域，像澳洲跟美国，这个我们占的比例大概有将近5成。强调与卡达签订公契27年合约，要来适应能源问题，但要拼国际通路。总统接受专访提出要设立台湾主权基金。之前行政院副院长施俊吉认为要成立是为顺从美方需索，而政院经济发展委员会顾问朱敬一认为要设立10之8九不是为了公益，而是为了私利，想靠党政关系捞油水。行政院已经有相关的说明。至于进度，国发会表示会以审慎态度来处理。怎么看这个能源问题？首先，我想不到苏清泉啊，还出口成章，这国界之南的政治人物，一向人家不是看得很起眼的，竟然讲的还有一点道理。通识教育的基础还可以，比赖清德好。不，讲到智库啊，我觉得美国的也好，台湾的也好，
通常智库是集不智之人，成不智之库，才叫智库。像这次他们所做的兵推，有需要吗？有需要的这样的演，有需要这样的推，不做我早就有结论了。我们都有结论，不是只有我，大家都晓得。这一次的93这个阅兵啊，大家都有一个就预期之外的收获。美国国防部长就说啊，最好不要打，最好不要打。那个川普说我们要扩大整军，为什么要嚇阻？没有说要打，没有说要打。所以有人就做了一个结论，说你看老共的这个阅兵啊，证明台湾没有一个角落是安全的。我听了大喜，你看大喜过望，因为台湾的没有一个角落是安全的。结论就是台湾整个岛是安全的。啊，为什么？老共也不想打，老共说中华民族的复兴最重要，虽然祖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也重要，但是两个对到底最后会不会打是矛盾的。但是哪一个重要？是台湾这一块缺角重要呢，还是中华民族的复兴重要？当然后者重要，所以就不会打了。所以今天去兵推说什么是破口，什么是致命的武器，我真后悔哈！我不是现在不是立委，我真后悔，如果洪孟楷那个位置让给我最好，我就要问顾立雄，你看到那个阅兵以后，你对我们要向美国买的武器的那个名单有没有要修正？也就是所谓缺口在哪里？你看了以后，你觉得很震撼吗？你觉得很伟大吗？还是你觉得本来就这样，本来我们就比不过他？但是这个有没有影响我们对美采购武器的这种名单的必要？经不起问的。其实我们两岸的大小，我们两岸的强弱，我们两岸的各种比较，本来就是不是只是不如人而已啊，是大的不如人啊！这个都不用兵推。全世界任何人都可以做这样的结论，所以结论是不能打的啊！由于这次老共越来越厉害，老美看在心里，想在心里，晓得下一步应该怎么样，所以老美跟我推论的一样嘛，老早就不太敢动手，他很想动手。中美两个相比，谁比较想动手？老美认为他现在动手还可以，还有胜算。那老共不配合啊！老共想我才没那么傻，我现在跟你动手，我一定输的。所以老共一直拖，结果呢，每次比武的结果就这样，就好像黄河治水，直到最后的结果就是河中的沙比堤外的岸外的土地还要高。然后就这样比，结果呢？结果大家钱都白花了，就不会打。所以呢，我认为。这个哪一样是防卫台湾的破口？没有。你现在说他说是潜水艇、潜艇，我怀疑啊，这个 Bloomberg 这个杂志又要做那个潜艇的闲客，大概要卖给我们比较先进的潜艇。我跟你讲，怎么我们潜艇买再多也抵不过老共的潜艇啊？没有一样是破口，没有一样是让我们可以挡得住。我跟你讲，你很喜欢做刺猬，做豪猪，豪猪也要吃饭啊，豪猪也要喝水啊。如果他把很多我们台湾依赖外来进口的东西都封锁住啊，做豪猪也会饿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台湾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就是不能打。所以今天我觉得郝龙斌，是不是你教他的？郝龙斌提出来，不需要我教。好，等一下我们讨论到郝龙斌那个三个口号。我是第一次听到，国民党还是里头有脑筋的人，我怀疑那个有脑筋的人是你，不是？不是，来孟凯。那个大佬刚刚讲，您放心，一定会问，而且我们会直球对决，因为其实看到93的阅兵之后，我们自己也要知道说我们自己的一个底气，我们的这个武器在哪里哦。但是拉回来讲，今天第一题破题是所谓能源的部分啊。我们讲说，不要说3成的火力天然气是卡达，大家知道9成5是火力发电，有高达5成的燃气以及3成多的燃煤，这一些9成5的原料全部都来自国外，台湾没有生产啊。也因此说，真的应该担忧，我们
过去到现在一直讲说能源问题就是国安问题，而之前的经济部长还提过，有没有？菲律宾种电完之后，不管用电缆还是用运输船运回来，我那时候在立法院直指我讲是说，如果这一些话是从蓝营的委员说出口的话，早就被当过是中共同路人卖台，被骂100遍了。但民进党官员讲没事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当我们把能源的命脉放到别人的国家里面的时候，你不就是把国安的生杀大权放给别的国家吗？那如果说今天那个国家比较亲近中国大陆的话，哇，那完全能源就会被掌控。所以95%的能源都是火力发电的时候，这当然就是国安问题啊。我看到最近这几天呢，我们战前室也有邀请民进党的这个来宾来上台讲话。那讲话的时候，他突然提到是说能源的部分啊，我就不讲是哪一位啊，但是刚好我有看到转播重播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他讲说，能源的方向本来就是要减碳，就要稳定啊。如果说连民进党的发言的来宾都会这样讲的话，可是你们做的就是背道而驰啊。2025非核家园，当时我们讲没有人反对再生能源，但是我们要的是循序渐进。当再生能源的技术能力有办法 cover 一般火力发电或核能发电的时候，自然让它其他的发电淘汰。但如果说现在还没有的话，你不就是应该要用稳定、减碳、低碳的能源？那不就是核能吗？那你现在核能停是什么意思呢？所以我觉得在这一个问题里面，即便是如同达到2025所谓的非核家园，再生能源占20%，也不过就是20%，80%还是火力发电。更何况你现在连20%都还达不到。可是这一题，我相信民进党的中央厨房也没有一个答案，也没有办法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没有办法自圆其说嘛。最后我真的必须还要再讲啊，就说赖清德总统现在又再一次提所谓的主权基金，4月的时候就提过了，当时我们就问。主权基金从何而来？因为一般来讲，新加坡的主权基金有2个，每个都是1兆美金的主权基金，那才叫主权基金啊。那到目前为止，台湾1年总预算也不过就是3兆，你有办法在哪里拿出一次10年的总预算来成立一个主权基金？当时我们就有提到，也在询答的时候就有讲到，是不是看中的是外汇存底？外汇存底差不多6000亿美金。那如果说你要动用外汇存底变成是主权基金，而主权基金不管是新加坡，不管是其他世界各国，最重点在于是你要投资是可赚钱的项目，而不是变成是政治上的使用。那你如果说又讲到是说阿拉斯加也是一个方向的话，那我们更请教，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投资？某种程度上，主权基金绝对不会是政治上谈判的一个工具，也因此在这一个节骨眼上，我们还是要帮人民看紧荷包，就是请民进党政府告诉全国人民，主权基金从何而来，谁来管理，谁来把关，以及你投资的项目为何，没有说清楚，国人自然会有所怀疑。休息一下再回来。好，赖清德今天去出席精炼高峰论坛，说台湾要投入1000亿推动 AI 的新10大建设因为那个时候呢，这个国民党有一个所谓10大建设，现在就是 AI 新10大建设，那也推出3项行动，要打造半导体的非鸿供应链这个打中了老沈最讨厌这个非鸿供应链。那好了，今天谈，因为国民党要选党主席啦，几个候选人或准候选人都在谈两岸。刚刚老沈赞美郝龙斌，就是不舔共、不跪美、不媚日这个是这个。然后民进党的抗中保台是骗局抗中怎么能保台呢那郑丽文呢说，赖清德有说呢，说老共呢不要这个大陆不要共产党不要拿着锤子，然后看到台湾都是钉子，没想到台湾其实很善意的。那郑丽文说呢，你讲的拿到锤子只看到钉子，讲的是赖清德自己，这是郑丽文的。那张晓忠呢说，赖清德对大陆还是斗的思维那赖清德把台湾往冰山去航行，到时候会撞冰山美国媒体说呢，美国的新国防战略翻转抗中了，优先保卫美国国土跟西半球。换句话说呢，美国本身最重要不能打我第二个呢，西半球欧洲什么也很重要最近亚洲等等这个你们自己搞吧
那特别呢，现在已经不是说显然从攻势转为守势的意思哈。大陆已经看出川普战略收缩，不会出兵台湾，但是赖清德还在扯民主对抗威权啊，川普根本不跟你搞这一套，所以联合报的社论，川普翻转抗中战略，赖清德不要拿笔尖去戳枪口哦，因为川普曾经讲过啊，说台湾就像笔尖大的小的台湾啊。华尔街日报说呢，台海战争决战点是潜舰啊。美中攻防剧本曝光，他讲的是老共的潜舰，不是我们的潜舰。我本来以为说台湾应该多发展潜，他不是这样。他讲的是说呢，这个美国是有很多全动力的潜舰啊，而且呢隐形技术，但是产能不足。奇怪，美国产能很慢。他们说中国大陆产舰跟下饺子一样，哇，一下子一大锅出来。美国一个一个很慢啊。那说中国潜舰队在技术跟规模上急速成长。所以呢，潜舰变得更安静而且致命，没有声音，因为以核能不像引擎啊，像我们柴油引擎那个潜舰声音很大，核潜舰没声音啊，而且呢很久才需要这个上来一次，那我们不行啊，这个柴油潜舰是不行这样子啊，所以他的意思说，中国将来以常规跟核潜舰封锁台湾啊，然后呢，美国可能都用这个新的维吉尼亚级的舰呢。这个反制啊，攻击潜舰来反制，所以美国用潜舰猎杀中方潜舰，而且阻断补给，所以他就说将来这台海啊，这太平洋就是潜舰对潜舰。我们看一下，在 AI 的急速发展之下，我们都很清楚，未来的半导体的竞争势必更加激烈。但是我必须强调，半导体的分工是非常紧密的产业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面对。为了强化未来更紧密合作的网络，并且打造具有韧性的全球半导体飞鸿供应链，台湾愿意来让半导体产业可以持续发展。来，我看赖总统的讲法哈，显然他的路线就是抗中飞鸿供应链，所以他必须期待美国也是这样做。那美国的政策很快会转变，随时会转变的话，他就埋下不可测的因素哦。那刚刚一路这样讲下来，包含了赖总统他没有改变抗中路线，他产业也要打造飞鸿供应链。好，这其一。其二就是讲到潜舰，我之前访问我们台湾的这个李启明上将的时候，他是最了解的，他有特别提到。这个核能潜舰跟柴油潜舰非常不同，而我们台湾海峡其实它的海域深也非常的浅，并不适合使用潜舰。可能北部海域、东部海域跟南部可以了哈。那核能潜舰它不需要很长的时间都可以不用起来换气，但是呢，柴油潜舰需要，你上来那一段时间就会被掌握哈。所以在讲的这个主要就是，如果两岸一旦紧张的话，会封锁海峡。我们整个的海域被封锁以后，刚刚前面那一段第一段谈到的那个题 LNG 其实。就会有运送无法到达台湾的问题。那美国的智库他讲说，我们跟那个卡达买30%，他觉得太多，其实没有30%了。观众朋友，这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哈，这是2024年我们的买天然气的进口来源，最高是澳洲，大概38%左右。然后呢，第二高呢就是卡达25.3%。美国我们现在跟阿拉斯加、跟路易斯安那还有跟德州分别买了大概10%左右，200多万吨。观众朋友记得吗？我们准备跟阿拉斯加买600万吨，如果是多出来600万吨的话，那我们跟美国就会买到800万吨，跟澳洲一样超过30%。其实他就是叫我们跟美国多买一点啊，就这么简单，就讲完了。好，那第一个就是说，我们因为去年的时候跟卡达签了27年卡达能源公司的约，而且还入股北方气田东段5%的股权，所以美方智库是要告诉我们多投资美国，不要跟卡达买啦。但不管跟卡达买，或者是跟澳洲买，或是跟美国买。它都得到台湾以后，用 LNG 船送到台湾的海域。现在目前1、2、3接4接在这个基隆。可是如果你的台湾海峡的宫古岛的北温海域跟巴士海峡被封锁的话，它就进不来了。好，所以这是会这个问题。所以为什么当时我们823在投能源的时候，很多专家都讲说，为什么这个很多的美方的将领都建议应该有1个以上的核能电厂？因为如果真的海域被封锁的话，你不管跟谁买。LNG 船无法靠近的话，根本就进不来。当然，还有一个专家他会跟大家讲说，有一种说法啦，就是专家说法说，他会有 Green Channel， 就到时候虽然封锁海域了，他会让货船啊、LNG 船还会有一条通道过来，那是后端的问题啦。只是从这个占比来看的话，我们如果真的很怕被封锁海域的话，
在发电能源的部分不能完全依靠外来的能源。这个部分的话，可能其实要重新再检讨。非红供应链可能不是赖总统现在要讨论的问题，应该是如果一旦发生战争，我们的韧性要如何提高？文平，我觉得现在赖清德的路线呢，因为美国的状况转变哦，所以他变成有点那个汽车大转弯甩尾呢，他就是那个被甩出去的那个哦。之前赖清德一直试图用非红供应链呢，在关税谈判的之前或者在关税谈判之中呢，都希望获得美国的掌声跟认可。可是那时候就发现说，怎么从美国来的回应很冷淡呢？因为非红供应链这个名词之出现啊，是川普最讨厌的敌人，民主党的拜登。那因为拜登的时代，他们是以扩大朋友圈然后要把整个中国大陆围堵起来，所以他们会出现一些字眼。可是这不是川普的信念啊！川普也没有要搞朋友圈，他对待朋友有的时候比对待敌人还要更狠。所以对川普来讲呢，他要的就是说，什么事情符合我美国利益？他检查所有问题只有一把尺。他管你欧洲吗？那是他常年的朋友，他不在乎。他管你日本吗？他不在乎。我跟你讲，韩国的案例，我觉得最明显。他要韩国去帮他振兴他的造船业，他跟韩国说我们谈的如何多好，大家不是还在谈说李在明总统去的时候两个人 buddy buddy 吗？结果呢，他可以针对现代集团的那个工厂一下子给他进去抓非法移民，而且抓到的都是韩国公民啊！现在韩国在美国的10几20个厂，通通停工。对呀，通通停工，所以怕被抓。所以你说你这件事情，你岂不是很矛盾吗？对不对？那川普的很多的政策，你会感觉到这么大的矛盾，他为什么？因为他是针对美国利益，那说穿了，美国利益就是川普利益嘛，就是他的 MAGA 的这个整个。他的 MAGA 的整个那个诉求的利益嘛，因为他认为对美国现在岌岌可危，他的支持者跟民意来讲，非法移民的问题是目前为止大家得分最多，他对川普来讲得分最多的经济的问题他有一点难以掌握，怕要失控，所以他总要在有一个议题上，所以他可以为了他国内的民调、国内的支持呢，就什么都不顾。好。那用韩国这个例子呢，大家也许觉得说，他没有那么严重，没有到防卫。可是川普的思路，或者是说美国慢慢的现在成长起来的主流政治人物的思路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怎么会管你台湾？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军事能力崛起，我觉得93这个阅兵其实最大程度的呢，对美国来讲呢是很震撼的，就是说他们就发现说。我如果跑去管一个跟我这么远跟我的利益其实没有绝对相关的部分，那他当然只是管自己啊。尤其中国大陆这一次那个出现最新的武器，都是这个长程的这个飞弹能够像那个东风61，现在大家并不是真正知道它的那个能够发射的距离，可是都是认为直接到美国本土的。其实它早在东风31就可以到美国本土了。所以对美国来讲，你看到这种状况的话，它当然要对它本土内部做防卫，甚至呢，它必须要从这个以色列的铁穹，它不是还要升级变成一个在太空的防卫系统的金穹吗？所以你对它来讲呢，大家美国再怎么有钱，它的那个资源还是要做重点性的调整的时候呢，它一定会越来越远离亚洲。好，那这个时候就回到台湾来，我很赞赏刚才沈大佬的一席话。今天这种状况呢，台湾完全没得打。那完全没得打，第一个，你台湾自己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思考，对不对？来处理这个政策。那第二个呢？现在再去讲说什么 LNG 运输的安全的方案呢？只有就是台湾的轮船才能运输，你讲这个有用吗？
真正的台海封锁了以后，你所有的船都进不来，他管你是谁的船。所以民进党呢，不要在这边国王的新衣啊，粉饰太平啊，你拜托面对一下现在的现实。那如果不赶快启动核能呢？因为讲真的，你现在的核三，你就算现在赶快去启动它所有的程序，你可能整个按照程序来，你还是要起码1年以上。那这个时间不等人呢，真的需要好好的重新调整，包含能源政策在内的所有政策跟战略。就基本上两岸了哈，不要说台湾能不能打了，就算能打了也不能打了。哦，就算你有能力打，或是你有局部优势，两岸也不能打，打起来很惨的。你看现在乌克兰很惨，俄罗斯好吗？俄罗斯也没有什么好啊，也是蛮惨的。哦，所以真的打起来哦，那都是这个谁发起战争，谁就是千古罪人。休息一下再回来。